真的开打啦 ！Insta360 联手徕卡推出了品牌第一台云台相机 Luna Ultra， 直接剑指 DJI Pocket 系列。对，就是这一台 Luna， 在 Pocket 发表的当晚，一句等等我的简单曝光，逼得 DJI 不得不马上放上新影片，预告 Pocket 4P 的到来。真的是马上，完全不管 Pocket 4会不会滞销。还好 Pocket 4够硬核，库存还是一扫而空。我们的 Pocket 也卖完了吗？早就卖完了，不过上个礼拜刚进货一批，快去门市买。你没有听错，就是那个徕卡相机的徕卡。一听到徕卡，先不管这个镜头有多厉害，价钱一定不会是便宜到哪里去。台湾官网上最便宜的标准套装22990元，最贵的创作者套装29990元，你觉得算贵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。我们先看看 Pocket 4的价格，最便宜的标准套装14690元，对比 Luna Ultra 的22990元，足足贵了8300元。我们当然可以说贵这么多，是因为 Pocket 的老大哥 4P 还没有登场。目前台湾市场传出的风声 ，Pocket 4P 的价格可能跟我们在 Pocket 4那一集预测的一样，会落在18000元左右。这样两者就只相差了5000元。但就在我们写稿的同时，中国DJI也正式发表了 4P 的到来，定价3799元人民币，而 Luna Ultra 定价3999元人民币，所以都不用再猜来猜去了。Pocket 4P 确定会比 Luna Ultra 还要便宜。等一下。3999元人民币为什么是22990元？不对啊，你欺负我没有汇率计算机哦。18673怎么可能标准版只卖18673 ？Luna Ultra 在台湾定价可是22900跟对岸差了4000元，怎么可能价格差那么多？我们再仔细看，这个人民币3999旁边有一行小字被删掉了，是4705人民币，换算成新台币大约是22000，这样跟台湾的售价就对得起来了。那不就代表说，目前 Luna Ultra 在中国正在特价怎么会刚开卖就在特价？很明显是因为死对头 Pocket 4P 的价格已经公布了，标准版价格3799人民币，大约是台币18000啦，便宜这么多 ，Luna Ultra 是要怎么卖？难怪 Insta360 把价格直接砍下来，赔钱也要卖啊！只是说价格卷成这样的现象只出现在中国官网上，其他像美国、日本价格基本上跟台湾差不多。又只是说 Q 哥这次 Luna Ultra 可是买了顶配创作者套装，快3万块啊，叉叉扣！结果中国官网只要人民币4849元，换算下来，天哪，差了7000元台币啊！靠腰也差太多了吧？这个来当水货商算了。大家好，我 Q 哥啦。不业配不广告是我们对专业开箱的态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内容，按个订阅，按个赞，转发给你正想要入手一台口袋云台相机的朋友吧。有人跟我一样觉得 Luna 这个名字取得超好的吗？搭配意料之外的白色出现，摆明的就是想要抢走一票女性的微单类单市场。Luna 这个名字有取到超好吗？我们家不是一堆梅啊 ，Luna、Mina、Selina、Una， 还有少了 Una。那为什么 Luna Ultra 敢卖贵了这么多？要么就是硬体真的很强，要么就是单纯的定价策略。我们先讲策略好了。对这两间公司而言，台湾是个重要但绝对不算大的市场。那什么是大市场？当然是欧美，尤其是在美国。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。在这个局势下 ，DJI 在美国的销量是被关起来的、受管制的。即便 Pocket 4在台湾上市这么久了，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法进入美国市场。反观 Insta360在美国就没有这些问题。想怎么卖就怎么卖，卖你美国人769元美金怎么了吗？在美国市场想要买 Pocket 4，目前只能买水货，甚至 Pocket 3被逼到要贴牌成 Extra Muse 来卖。这故事是这样的：美国亚马逊上有一台叫做 Extra Muse 的相机，被人家拆解后发现，从电路板、晶片到开机音效，根本就是 Pocket 3本人，只是川剧变脸换了个牌子。现在 Pocket 4也有对应的 Extra Muse 2准备要上架，那 DJI 正面打不过怎么办 ？DJI 选择告Luna 侵犯外观与核心云台技术。讲真的，在中国市场，创新产品的方法就跟吃饭、睡觉、跑步一样，就是你学我，我学你嘛，哪有人在告这些的？所以 DJI 在美国告，要求让 Luna Ultra 在美国禁售，就是一种我老大不能卖，你也休想得到便宜的概念。那至于告不告得成，我倒也不是很在乎，毕竟他们说多少价格，我们门市就卖多少价格。某方面来说，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立场角度的，能卖得越便宜，当然是越好。我们在乎的一直都是为什么是这个价格的这件事情，然后再帮各位观众们盘清楚到底怎么买最划算。但为了给大家开箱 Luna Ultra， 我们还是买了最贵的创作者套装版本，快3万元啊，大哥们！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值不值得吧？值不值得？直接拿出一拍就知道了嘛。我们这次来到123到台湾有个阿里山的阿里山来试试看，而且还是坐票很难买的阿里山小火车去的哦。看一下今天的 OOTD 是什么？我给自己
天的穿着打10000分，穿的跟睡衣一样，根本0分。这个火车速度好快哦，对，好超快的哎。这个小火车开的有够慢，又有够晃，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，Luna Ultra 的3轴还是蛮给力的。我都晃到吃晕车药了，画面看起来还是很稳，即便很晃，但沿途的风景真的很美。然后就到了奋起湖，整个森林让云雾笼罩，仿佛与世隔绝。我还以为自己在什么吉普力小镇嘞。Luna Ultra 有2颗镜头，5倍变焦，我几乎一路上这边变焦来变焦去，变到回来剪接根本不知道这画面是几倍，画质看起来都差不多啊。然后到了奋起湖，当然要吃个铁路便当啊，拍吃播根本就 Luna Ultra 的天下，内建脚架加上面板能拆下来，想怎么构图就怎么构，不是说 Parkes 或其他相机就做不到这样，但 Luna Ultra 肯定是速度最快最方便的。拍的时候遥控面板放旁边就好了，上面还有麦克风啊。这个便当好吃吗？就本东会棒肉羹，倒是出乎意料，这个3桂冰淇淋还蛮好吃的。还不错。在车厢内这么极限的空间 ，Luna Ultra 吃播一样能拍得津津有味。但我想，如果不加3回会更好吃一点。看到窗外这么多树，就可以知道快到阿里山了。而且下雨，雾气有够重，又冷得半死，我还只穿短袖。啊，这个画面看起来有点变形，是因为我有装 Luna Ultra 提供的广角镜。磁吸的虽然是长椭圆形，但其实只有一端有镜头，常会不小心装反会装不上去。阿里山的森林绿色植被配上红色火车头车厢，看起来格外显眼，拍起来也很舒服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徕卡？卖的比较贵，Luna Ultra 该不会把钱都砸在徕卡身上了吧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得要先知道2件事情。首先，跟徕卡合作这件事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，小米、华为都曾合作过，就跟 vivo 手机也会跟蔡司合作一样，小米现在也有手机在贴可乐标。但是，我想一定没有人会说自己跟徕卡的合作只是贴个可乐标而已，肯定都会说我们是有很深度的合作。第二点 ，Luna Ultra 已经是 Insta360跟徕卡合作6年内的第5款产品了。如果你用过 S Pro 第1代、第2代，那代表你早就吸过 Insta360的徕卡味了。那 Luna Ultra 有徕卡味吗？这点我得老实说，我是看不太出来的。不讲的话，我甚至不会注意到，在这个镜头上面居然有一排徕卡的字样，这真的是有够低调的。但是这次出了黑白2个颜色，倒是惊艳到了我。看得出来 ，Luna Ultra 极力想做出不同于 DJI Pocket 的风格，外观设计上也走的比较硬派粗犷的路线。更让我惊艳的是，这个前方的面板居然是可以拆下来变成图传。除了一方面可以远端监看，另一方面你还可以用来遥控你的相机，上面居然也有内建的麦克风。即便你把云台相机放在远一点的地方，在这一头一边说话一边录制声音，也不会是个太大的问题。而且变成遥控器以后，手感意外的非常的好。安装方式呢，就是使用按压的卡扣式，装回机身也是非常的稳，不用怕掉下来。后方的麦克风防风罩也是可以拆卸的，这种可以拆来拆去，外观又粗犷硬派的风格，倒是一点都不徕卡。那徕卡到底在哪呢？没错，就是在这个镜头上面，这2颗不同于4P 是采用横向的摆放，印有徕卡字样的镜头。第一颗呢是徕卡1英寸 8K 主镜头，带有1英寸的感光元件 f1.8 的大光圈，而第2颗呢徕卡超级长焦镜头1.1/3英寸主镜头及感光元件，而且明明比主镜小，但反而写成 f2.0 的超大光圈，有没有？2颗镜头都叫徕卡，但是从这里呢，你还是能看得出来2颗镜头是有落差的。主镜头的描述显得更强一点，可以预见徕卡 Ultra 的广角端会比长焦端还来得优秀。对比一下2颗镜头的拍摄画面，主镜明显细节要再更多一点，看起来也是比较锐利一点。2颗镜头在 4K 录影下是可以达到5段变焦，20mm 的主镜头负责1倍和放大裁切的2倍，第2颗60mm 的长焦镜头是负责3倍以及无损变焦的6倍，最后12倍的是数位变焦。这里有一点比较值得注意的是，1倍和3倍是原生的镜头画质是最好的，而6倍官方标榜的是无损变焦，我们相信它。那至于这个2倍，官方可没有说是无损变焦哦，能用吗？是因为2倍是由号称 8K 的主镜头负责，在4K 模式下是有条件可以实现2倍无损变焦的。说白一点，可能是 Insta360希望在行销上可以达到6倍无损
纯变焦的这句口号吧？你觉得呢？要测变焦，当然要试试看来拍阿里山日出啊，太阳这么远，来到这个柱山车站可以看到天色灰暗的情况下，噪点还是蛮明显的。我是没开低光模式啦，听说低光模式可以拍到 4K 60帧，但我几乎都是用 iLog 拍摄，后期调色需要再做降噪。哦，太阳好像快出来了，这个画面是12倍变焦啊，虽然数位画质有点堪用，但生活记录 OK 的吧？拍得到比拍得好重要，而且放远来看，这个距离还蛮令人震惊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1倍、2倍、3倍、6倍是原生镜头或无损画质，不代表6倍以下都是吧？4倍呢？5倍呢？还有这个1.4倍、2.3倍、3.6倍呢？这些都是数位变焦，并不是无损画质。对比一下，知道两者的差别了。但我觉得画质虽然没有到无损，但还算可以接受。像我这种有整数癖的，推到什么2.1倍啊、5.9倍啊，差一点点不止会掉画质，我心里也过不去啊。造成我推之前要念口诀，长推小数点，短推大整数。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于这次新增的推感，短推推出去要等1秒才会产生变化，我也是傻眼猫咪啊，怎么会这么慢啊？你看人家 iPhone 多么丝滑，要几倍就几倍，变来变去好舒压。反观 Luna Ultra 没办法指定要几倍，想要6倍就一定要从1倍开始推，又会累隔1秒，不小心会推到12倍。最后想到一招，直接把它设定在上面2个按键不就好了？用按的就好了。要6倍就按3下，虽然还是有点瞎啦，希望后面韧体会更新。但我觉得最瞎的是云太浓，也没看到什么日出失败。Luna Ultra 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，使用上的操作体验并不算优秀。不同于 Pocket 系列的摇杆和录制键，Luna Ultra 这次推出的推杆非常神秘啊！这个东西照理来说跟对手有差异化的功能，你一定会努力的大吹特吹，但你会发现官网的页面都滑到底了，没有半张图在介绍这个功能。我们还是在说明书上看到，才知道这个玩意叫做变焦推杆。那旁边的摇杆呢？照着 Pocket 做总没有问题了吧？说明书上还给了它一个超级中二的名字，叫做5维摇杆。我是一点都不想浪费时间去了解到底金木水火土哪5维啦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个摇杆，而且还真的就照 Pocket 下去做了，只是它参照的是 Pocket 3的摇杆。如果你认真用过这个摇杆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发现 Pocket 4的摇杆有多么好用啊，宝贝！你看这个多丝滑，操作非常的细腻。反观 Luna Ultra 比较麻烦的是，摇杆的段落感很重，广角端可能还好，长焦端想要细微构图就要我小力一点，太大力了，再过来一下，再过去。我不是要刻意比较，但因为上次做过 Pocket 4的实测，并没有对这个摇杆有特别印象，直到 Luna Ultra 才知道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阿红，就算我们没有收人家的钱，也不要一直讲人家的缺点，刚嘛，我们要多看看别人的优点嘛。来看看这块面板，我觉得是本案最大的亮点了。装在上面呢叫做操作面板，开下来呢就叫做图传。Pocket 4P 在中国发表了，现在估计也来不及改机子了，拍不下来了吧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块面板虽然说好听点叫做图传，但对比 DJI 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图传，这其实还比较像是一个可以让你方便监看、方便操控的小工具。这可不是扁哦，又不是每个人都要拍电影。官方宣称它能够支援20公尺距离的远端控制和监看，搭配2寸的 OLED 萤幕和内建麦克风，再加上底部这个需要用指甲才能抠出来，细的像回纹针，一推不一定会倒的三脚架。如果风没有吹倒的情况下，可以实现很多种拍摄方式，你不怕看不到画面、收不到音。而 Insta360这一连串的 combo 打的DJI 赶紧在 Pocket 4P 上补了一个取景遥控器，其实也就是把 Mobile 8P 分体遥控器拿下来用。看吧，我们 Pocket 4P 怎么可能没有图传呢？图不图传刚刚就有讲过 ，Luna Ultra 的图传有够赞的。讲点别的，竞拍这种小虫 ，Luna Ultra 也十分好用。6倍看起来不错，要更清楚。12倍虽然画质会掉，这次我也不知道什么虫的金龟子拍起来也蛮不错的吧。闪景看起来很漂亮，这算是我第一次从口袋鱼竿相机看到这么闪的闪景吧。只是对焦还是要适应一下，有时候会跑掉，而且它无法锁定对焦，有时候无法判断主要的拍摄物是什么，会需要一直点主摄物让焦点对在它身上，不然就是得要用这个深度追踪来锁定物体。但是这还是和锁定对焦不太一样吧？如果有构图的需求不太方便了，这个时候就要反观一下。反观 Pocket 4按住就会出现焦点锁定了，虽然动作太大还是会跑焦，但这又回到了摇杆身上。Pocket 4的摇杆是可以细控微操的，可能是 Luna Ultra 认为自己的追踪功能很好很强大，直接预设就设在摇杆的按下键。我手残是不是会按到哭啊？那 Luna Ultra 的操作体验不是太好，但画质都端出徕卡了，画面怎么可能会不好呢？但是亏就亏在这里，在2020年代的这个时候，拍摄出来的画质好，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。哪台画质不好呢？都只是差个1-2分的区别而已。既然画质没有什么好稀奇的，那我们讲点别的如何？ Luna Ultra 可是可以拍
摄 8K 30帧的，可是有多少人在拍 8K？ 它可以拍2亿画素的照片呢，可是它是用多张照片合起来的。慢动作有4K 120帧呢，看起来很棒、很赞、很推。但是 Pocket 是能够4K 240帧呢，而 Luna 能拍杜比世界耶。那杜比世界到底是什么鬼？而且这个选项还要卡在标准和 iLog 的中间，要切换还要得跳过它。杜比世界呢，其实就是 HDR 影片啊，就是为了让画面中暗的地方不死黑，亮的地方又不过曝，同时间亮暗的部分又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差别在于一般的 HDR 时是静态的，杜比世界则是动态的 HDR。其实新款 iPhone 也能拍 HDR 的影片，但重点是，就算你用 Luna Ultra 拍了杜比世界的档案，也得有能够支援 HDR 的萤幕，你才能看得出效果。好在上传 YouTube 以后 ，YouTube 也会自动的帮你转成自己的 HDR 格式，所以拍摄杜比世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就见仁见智了。有些人会觉得 HDR 的效果不太自然，有些人会觉得暗部也能看得清楚，就是很爽的一件事情。不过我们家阿简觉得最爽的就是有 iLog 10bit 14档动态范围，还支援 ACES， 能让不同相机拍出来的素材在颜色和亮度上保持一致性。但如果没有调色的需求，其实 Luna Ultra 直出也就已经非常够用了。而徕卡镜头搭配了3种徕卡的滤镜，如果不想要徕卡味那么的重，还有6款的电影滤镜可以套，而且在 iLog 底下竟然也能套上这些滤镜，这是什么怪招啦？至于拍照的部分呢 ，Luna Ultra 就真的是和 Pocket 像是吃饭、睡觉、跑步、游泳了，你做什么我就跟你做什么。标准模式下拍照解析度都大约8到9MP， 你有 Ultra Photo， 我有 Super Photo， 最高都是37MP， 其他全景啊、美颜滤镜、实况照片，该有的2家全都有，比到没有办法再比，不然来加个徕卡框吧，有没有加上徕卡框是不是更美了？没错，拍照的话，因为阿里山在阴天，怎么拍大概就是老样子。光线充足的话就很够用，光线不够的话就有一堆刺可以挑。但我认为，如果能接受 iPhone 拍的照片，那 Luna Ultra 甚至 Pocket 拍出来的照片都够用了。那如果觉得这相片的是唔对比，那 Luna Ultra 有提供他们的杀手锏，专属徕卡浮水印，美好瞬间值得清晰记录，画面变小了，看起来更细致。不只有照片有哦，影片一样有浮水印 ，Luna Moment。虽然是你做我也做，你学我也学，但有竞争才能让消费者少花很多冤枉钱。看起来 Luna Ultra 多了很多差异化的功能，就算 Luna Ultra 在内建容量只有47GB， 除了 Pocket 是107GB 一节，但其实好像也还好，就在装记忆卡而已嘛，反正你本来就会插一张上去。麦克风虽然比 DJI 的大颗，但就让它加上一个可以用电子墨水改图案的功能，似乎就高级了很多。还有一点，我一直对 Luna Ultra 的这个 Ultra 有一点疑惑，没事名字多这个 Ultra 要干嘛？对标 Pro 吗？那不就代表拿掉 Ultra 后会有一款平价版本的伏笔吗？我认为几率很大的，毕竟现在22,990元的价格对入门来说确实有点偏高了。总之呢，我认为 Luna Ultra 让我想起 Gogoro 第1代，好看好骑有创新，但就是第一次坐机车嘛，一些体验和细节都做得卡手卡脚的。但毕竟这是 Insta360的第1款口袋3轴云台相机而已。我个人倒是认为 Luna Ultra 的出现其实不太像是要出来打败 Pocket 系列的，更像是一种战虾，扩大口袋3轴云台相机的机种，让使用这类相机的拍摄体验能够更加丰富。两家也并非想要全面的开战，他们的功能越长越像，不是单纯因为谁在抄谁，而是一台口袋云台相机到底该长什么样子，大家其实心里都有了底，而大家拼了命想要把产品做好，毕竟想的都是想要吸引另一块的市场。那些想要比手机更好，却又懒得多带一台微单类单的人，你觉得呢？那么最后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感谢你的陪伴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